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欧盟为何激怒川普？其中居然有中共元素。由此我们能窥到川普政府和中共贸易谈判会采取什么思路。欧洲敢和美国叫板，他们的底牌到底是什么？纽约时报宣称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正在到来，但是为什么中共政府对自己未来的信心似乎远没有这些西方左派强？中共地方政府为什么现在开始拼命买地？这对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看了我杰森新闻快递关于美欧谈判僵局的节目，就知道欧盟彻底把川普激怒了。原来说好了，从4月9日开始，双方有90天的谈判期。但是川普5月23日早上一个推文就把这个90天谈判期给砍短了。川普在推文中说，欧盟成立就是为了占美国的便宜，并宣布从6月1号开始要对欧盟所有进口商品，注意是所有商品，加征高达50%的关税。50%，这基本就是掀桌子的架势。川普甚至在他白宫椭圆办公室面对记者时，更是撂下狠话，说他不在乎能否跟欧盟达成什么协议。到底是什么原因，欧盟把川普气成这样呢？一个大家意料之中的原因是，川普的经济团队对欧盟那帮官僚的磨叽劲儿忍无可忍。美国官员说，欧盟在贸易谈判中动作极其缓慢，对美国一方提出的一些核心问题完全当耳旁风，比如美国公司在欧洲老是被开反垄断罚单，川普觉得这就是变相收税。还有什么流媒体服务费啊、增值税啊、汽车法规啊，美国认为这都是极端恶劣的贸易壁垒。欧盟官员对此却摆出一副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的懵懂和傲慢样。造成双方谈判无法推进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因素，我把它叫做中共问题。媒体透露，美国希望欧盟也对中共的一些相关产品加征关税，目的是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抑制中共在一些关键领域在全球形成的压倒性的优势。大家还记得，在英国和美国最近达成的新的贸易协议框架中，就有一个条目是英国同意对中国生产的钢铁加征关税。当时我看到那个条款还感觉有些奇怪，英国和美国的协议中为什么要提到对中共关税的问题呢？现在看到这个有关和欧盟的报道，才意识到这大概率是美国和所有谈判对象谈判时提出的一个统一要求，是川普计划大规模改写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关键环节。为什么川普会有这个专门针对中共的贸易谈判设计？因为川普和他的团队希望彻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国际贸易问题。我在此前节目中反复提到一点，当今世界贸易不平衡的两极就是美国和中共国。美国是生产的太少，消费的太多，而中共国是生产的太多，消费的太少。其实这种不平衡还在逐年恶化，这种世界贸易的极度不平衡在同时伤害着美国人和中国人。失去制造业的美国，一方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重大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掏空了历史上依赖制造业的大量美国地区，让那里2代美国人在失去体面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尊严生活的社会文化基础。那些地区的毒品泛滥只是那里经济持续衰退的一种衍生现象。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2016年出版了一部他的个人回忆录，书名叫《乡下人的悲歌》。那本书以他从小在俄亥俄一个衰败的工业小镇的成长经历为背景，表面描述的是美国底层人的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但它真实展现的却是那些地区在失去支柱性制造业后整体社会衰败的种种表现。那本书帮助我更生动地理解了川普掀起的这场 MAGA 运动的社会底蕴。与此同时，中共国过去30年走的社会发展路线可以总结为6个字，那就是高产出、低消费。
各种迹象显示，目前中共国的这条发展路线也走到了尽头。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就要遭全世界的指责呢？事实上，中共国的根本问题不是高产出的问题，而是高产出下消费持续低迷的问题。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解释过这个问题。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有高端附加值的高级制造业，会带来大量的社会财富。制造业通常需要大量的人参与，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参与的人都会从制造业产生的社会财富中分到合理的一份，从而带来社会收入的整体增加，社会消费的整体提高。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社会的制造和消费同步提高。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史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但为什么中共国经历了30多年的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后，中国人的消费占中国 GDP 的比例却一直低于正常国家？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太爱存钱，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和习惯造成的。这是那些不把中国人当人的所谓学者的无稽之谈。中国人真见到了厌恶消费的程度吗？如果今天中国人被告知教育、医疗、养老都由政府解决，还给每个人银行账上存入一笔钱，你看中国的消费会是什么样？中国人低消费的原因就2个：第一，很多中国人没钱花；第二，更多的中国人有钱不敢花。在制造业产生大量社会财富后，很多人还是没钱花，这就是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财富配给的问题。这当然属于中共社会系统设计方面的问题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有钱不敢花的问题，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福利保证不足的问题，因此这也属于中共社会系统设计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高产出低消费是中共过去30年社会系统设计的结果。中共需要在中国维持一个大比例的低收入人群，以此来维持中国在制造业的所谓全球竞争力，以此来保证大量中国人始终愿意从事吃苦的制造业。我深入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后，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人性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相同的地方远远多于不同的地方。在贫苦和持续生存危机下，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焕发出惊人的吃苦耐劳的特性。有人说，在美国搞制造业一点希望都没有，根本原因是美国人吃不了苦。任何读过美国西部开发史的人都知道，那时美国人是多能吃苦。现在美国人不愿在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下和中国人吃同样的苦，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对应人群的生活水平。从这个角度看，中共对中国制造业的最大补贴，其实是中共系统性的在中国依然维持着那个庞大的贫困人群。但是从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视角看，中共设计的高产出低消费的社会发展道路绝对不是他们自愿的选择。川普在和中共的第一次贸易战中强调的是中美贸易从数字上简单平衡，所以在那次贸易战中，川普采用的策略是一方面用对中共的关税来减少美国从中共国直接买东西的数量，另一方面川普又反复要求中共从美国购买更多的东西。但7年后大家回头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但没解决，而且还在恶化。中共国制造了全球8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80%以上的稀土，55%的船只，57%的钢铁等等。中共国的出口商还用洗产地的方式，通过其他国家成功绕过了川普在第一次贸易战中对中共设立的关税。整个地球人，包括拜登团队都知道，中共国高产出低消费的经济道路是导致目前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拜登政府采用的方式主要是和中共好好谈。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都多次做过祥林嫂，苦劝中共，希望他能平衡中国的产出和消费。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被中共直接怼了回来。
川普团队清楚看到了，和中共好好谈根本没用，剩下的就只能用行动来逼中共平衡自己的产出和消费。而且川普团队吸取了第一次贸易战的教训，他们清楚意识到要有效抑制中共过高的产能，全球主要经济体必须目标一致，联合统一行动。这样看来，川普团队在和其他17个主要经济体谈判时，对他们统一提出对中共的战略产品，例如钢铁加征关税的要求，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我在以前节目中就分析了川普4月2日打出的那一套对等关税组合拳，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中共国。在美国对欧盟提出的各项贸易谈判要求中，美国原以为中共问题应该是双方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欧美双方从认知到利益都是高度一致的。但让美国官员抓狂的是，欧盟虽然嘴上说愿意处理中共非市场经济体的问题，但就是不见任何实际行动。川普政府官员对此的解读是，欧盟极度蔑视川普政府，压根儿没有和川普达成任何协议的意愿。这当然让川普暴怒，当即就扔出了这个50%关税的炸弹。川普这个突如其来的关税炸弹直接把欧盟给炸了个晕头转向，因为欧盟这边对贸易谈判进展的评估和美国截然相反。欧盟那边一直感觉双方谈得很有进展，欧盟官员说几天前双方还交换了文件，还讨论了要谈判的议题。欧盟私下还跟美国表示了愿意和美国一起解决中共问题的等等。面对川普关税炸弹，欧盟贸易主管谢夫乔维奇赶紧跟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打了一通电话。通话后，谢夫乔维奇强调说，我们欧盟对谈判是认真的，不过谈判嘛，也要互相尊重，不要老威胁我们。同时，别的欧盟官员也明确说，中共问题在谈判中其实不算主要矛盾，言外之意，美国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这么激动。一般人都认为欧美文化应该是非常相近的，那为什么这次双方在认知上会出现如此灾难性的错拍呢？核心原因是欧盟官员在用他们时钟节拍来和川普政府对接，但是川普团队的运作风格和拜登政府已经截然不同了。川普团队自然继承了川普的很多个人处事风格，说话直来直去，甚至给人感觉有些简单粗暴。欧盟那边的风格一直都是凡事都要内部协商，要讲流程等等。因此可以说，川普政府的运作风格对欧盟来说存在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 culture shock。 在成人世界中，任何行动都是有后果的。欧美之间原本在7月份才需要面对的关税压力，现在必须在未来1周就要面对了。5月23日上午，川普宣布对欧盟50%关税后，美国股市只是略微下跌了半个百分点。显然华尔街没太在意川普的这个关税决定。过去1个来月，川普一次次从高关税的威胁中走回来，这已经让华尔街对狼来了的游戏玩得不耐烦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在狼来了的游戏中，狼最后真的是来了。那么欧美在6月1日前这场瞪眼比赛，谁会先眨眼呢？如果把欧盟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比墨西哥、加拿大、中国都大。2024年，美国从欧盟进口了6060亿美元的货，同时卖给了欧盟3700亿的货。所以欧盟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是2360亿，仅次于中共和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也是川普死盯着欧盟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表面看，因为欧盟对美国有这个高额贸易顺差，很多人会认为欧盟一方面会不顾一切的保证不和美国谈判谈崩了，因此欧盟在谈判时应该处于劣势。但是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商品贸易顺差总数复杂很多。欧盟是27个国家的集合体，而这27个国家和美国的贸易状况差异巨大。具体来说，美国从欧洲买的最多的商品是药品，
一年就要买1270亿美元的药品。美国为什么会从欧洲买那么多药呢？因为很多美国自己的大药厂为了规避美国企业税，而把药品制造厂设在了爱尔兰。结果是2024年，小小的爱尔兰卖给美国的货比意大利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多。此外，美国还从欧洲购买了452亿美元的汽车、54亿美元的葡萄酒，还有44亿美元的香水，还有各种机械设备等。而美国去年卖给欧盟了323亿美元的飞机和飞机零部件，还有124亿美元的汽车。有趣的是，其中很多都是在美国的工厂里造出来的欧洲自己的牌子的车，像宝马、奔驰等。所以欧美之间的贸易其实是充满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现象。欧盟内部很多重大决定都要求2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在贸易谈判这个场景下，这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会显著改变欧盟和美国贸易现状的条款，对欧盟这边都将是极其艰难的抉择，因为任何改变都可能让欧盟内部的某些国家受益，而让另一些国家吃亏，从而会在欧盟内部产生巨大的反弹，让一些国家坚决反对。另外，美国提出欧盟各国增值税的问题，还有欧洲各国在汽车方面的各种法规等，这都涉及欧盟各国各自的法律，很难在欧盟这个层面做出一刀切的决定。欧盟的问题已经不是欧盟想不想动的问题，而是他们还有没有动的能力的问题。欧盟的原始设计本身就存在着很多先天不足的基因缺陷，这些先天缺陷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清晰地展现过，这次在和川普政府的贸易谈判中再次清晰展现出来。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些欧盟和美国贸易的繁杂现实，那本身就决定了，就是欧盟内部有很多国家想和美国低头，欧盟的设计也无法让他对美国低头。换句话说，不是欧盟本身傲慢的不愿意对美国低头，而是欧盟这个机制已经僵化到了根本没法对美国低头的程度。所以川普在和欧盟的谈判中必须面对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景。欧盟和美国谈判的最大底牌居然是，我欧盟就是一个先天有基因缺陷的没法低头的残疾人，你川普要么整死我，要么就必须接受我这个先天缺陷的现实。川普曾经在多个场合都讲了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欧洲成立欧盟就是为了占美国便宜的，这就是欧盟成立的目的。很多人都感觉川普这句话很无厘头。通过上述对这次欧美贸易谈判僵局的分析，我开始有些理解川普说出这句话时那无奈的心情了。你又能拿欧盟这个先天残疾的人怎么办呢？当然，我本人也不相信川普真的就一门心思要在6月1日给欧盟加50%的关税。毕竟美国和欧盟的商品和服务总额占了美国 GDP 的大约5%，所以我感觉川普这边最终会找一个理由，在对欧盟50%关税的威胁中退下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希望这50%的关税威胁能给欧盟点把火，让他们快点动起来。言下之意，只要欧盟那边表现出开始实际行动的状态，美国这次威胁的目的就达到了。而目前在欧美谈判中，欧盟一边几乎唯一能展现出他们立刻能动起来的话题，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中共问题。事实上，已有报道说，在美国给欧盟列出的一堆要求中，欧盟已经回应说，欧盟愿意在中共问题上和美国合作。川普这次眼看着瞄准欧盟扔过去的关税炸弹，最后很可能被先天残疾的欧盟挡到了中共那儿，让中共再次躺枪。就是这样一个被运到了时不时就会躺枪的中共，却被美国左派媒体再往天上吹。一个曾在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人，5月19日在亲中共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论文章，文章标题是未来
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将变得无关紧要。文章开篇就说，多年来理论家们一直在预测中国世纪的到来，这个世纪可能已经来临。未来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将川普第2任的头几个月确定为中国拉开距离并将美国甩在身后的分水岭时刻。文章强调中共国目前在制造业和相关技术上的优势，说中共已经在多个产业领域领先全球生产，包括钢铁、铝业、造船、电池、太阳能、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无人机、5G 设备、消费电子产品等等。预计到2030年，中共国的制造业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3天后，一个常驻北京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也发表了一篇类似口气的文章，标题是“为与美国对抗，中国打造了怎样的战略堡垒”。文章从2018年5月习近平召开科学家开会说起，把习近平在那个会议的讲话说成是中国技术独立自强的转折点，然后开始列举了一系列中共国在科技和制造领域的突破，以及中共国对国际进口依赖的下降。2篇类似内容的文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相继在美国顶级的旧媒体发表，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但是这2篇文章展现出对中共未来发展轨道的信心，几乎到了可以直接被人民日报转载的程度。不过有趣的是，几乎在上述2篇文章发表的同一时间，5月19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标题是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文章立刻引发了中国网上的讨论，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网上很多政府或事业单位的人在抱怨自己发不出工资。例如有网友说自己在广西从左市宁明县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已经2个月没发工资了。也有网友说广西防城港市已经3个月没发工资了。因此有网友评论说，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要中共官员过紧日子，是中共财政困难无奈之举，恐殃及公共服务质量。结果5月22日，中共人民日报不得不再发表评论文章，反驳过紧日子是财政困难无奈的说法，强调过紧日子不等于削减干部正当的薪金待遇。在中共国，政府和事业单位都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薪资稳定、福利待遇高是有了名的。当中国人在网上普遍讨论政府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的时候，中国社会其他性质岗位的凄惨已经不言而喻了。一位刚刚从中国度假回来的朋友向我详细描述了中国2个1线城市和1个2线城市的物价水平，他和我都惊叹于中国物价过去这几年下跌的程度。通缩的经济不可能同时也是繁荣和快速扩张的经济，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中国第一财经5月22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现在是火力全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规模回购那些砸在开发商手里的闲置土地。你没听错，中共地方政府现在不是卖地，而是亲自下场去把以前卖给开发商的土地再买回来。美居名曰叫做政府土地储备。中共官方数据显示，截止5月20日，中共已经公布了差不多3000个土地储备项目，总面积超过 1.33 亿平方米，涉及的资金超过了3500亿人民币。光4月份1个月就公布了1581个项目，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这和2025年前3个月比，地方政府回购土地的力度明显在加速。中国媒体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地方政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那些资金链快断了的开发商喘口气儿，缓解他们的财务压力。前些年开发商头脑发热，疯狂拿地，现在中国房地产跌个不停，中国多数3、4线城市的房市都进入了有价无市的状态，房子根本卖不动了，开发商钱收不回来，前些年从地方政府高价拍卖来的土地，开发商没钱也没有心情去开发成新楼盘，造成这些土地就只能搁那儿晒太阳。
地方政府为了把这些死资产盘活，于是出手把这些以前卖出去的土地给再买回来。现在地方政府土地已经卖出去了，那他们哪来的钱再去回购这些土地呢？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从去年10月份，中央就发话了，说要重启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发行。于是各地政府就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开始借发行这些专项债，从银行搞来了真金白银，然后砸钱去回购自己卖出去的土地。这套土地储备的游戏，中共地方政府早在2017年就在一些地方搞过试点，当时的性质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中国的房地产还很火，当时允许地方政府用债券筹来的钱去买地，然后让地方政府在这些土地上搞一些所谓的前期开发工作，比如平整土地什么的，然后再转手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去。也就是那时地方政府回购土地是一种经济模式，是为了在土地上赚更多的钱。但是到了2019年，这些地方政府回购土地的试点项目就被紧急喊停了。为啥？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地方政府需要把更多的钱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但事实上是中共发现地方政府这种倒卖土地赚快钱的方式，把各地房地产泡沫给吹得更大更危险了。那么现在中共为什么又允许大批地方政府去回购土地了呢？难道真的如中共官方媒体描述的，是地方政府不惜自己负债，也要去为前几年高价买土地的开发商挡子弹，用牺牲自己的方式为那些开发商缓解资金压力？这一听就不对味儿，是吧？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这些地方政府欠债也要救助的开发商，本身就是这些地方政府的外围房地产开发企业。当年他们买这些土地本身就是为这些地方政府拍卖土地捧场。当年他们是地方政府土地拍卖的托，现在这些政府把土地买回来是为了给自己的托解套。但是土地当年从地方政府卖给了这些当托的开发商，现在地方政府再买回来，这么折腾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太大了。这样能保证地方政府可以任意来决定当地的土地价格。地方政府历史上从银行拿的很多贷款都是用土地做抵押的。如果真让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决定中国各地的土地价格，现在那些做抵押的土地基本上都是一钱不值了。正常情况下，银行会要求借贷方提供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来补充土地失去的价值，作为新的抵押。但是现在工资都快发不出来的地方政府，哪里还有什么值钱的资产可以做抵押呢？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被公开出去，中国银行和地方政府都会死得很难看。7个月前，中共突然再次批准地方政府用发行这种所谓专项债来回购卖出去的土地，就是为了确保这场围绕着土地的游戏还能维持下去。只是目前参与这场游戏的都是中共自己人了，地方政府、他的开发商、银行以及中共各级官员都知道这已经是一场骗局了，但是谁敢说破？中共的金融和财政目前的危机状态，用一个词描绘，那就是维持。但是能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从中共自己新闻中分析出来的中国经济现实是如此惨淡，它和海外媒体对中共国未来主导世界的信心为什么如此不匹配？那些在海外忽悠全世界给中共继续投注的媒体人，是真的傻还是真的坏？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在杰森新闻快递中有关美欧谈判僵局的节目，链接就在这期节目的描述栏中，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